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姐的小青，今天给大家带来复古年华系列青阳复古拼花马甲。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马甲由前片、后片、前后片缝合、领子、袖边和下摆组成。这里前后片都是由一个个花片与织片拼接而成。先钩织对应的花片和织片，完成后进行缝合，接着缝合前后片对应区域，最后分别钩织领子、袖边和下摆。先来制作前片，共有10个织片与花片，其中花片有2种，织片有6种。为了方便讲解，这里按照从下往上、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编号。花片分为完整花片和特殊花片。织片从织片1排到织片6。先来钩织花片，首先钩完整花片，采用环形起针、逆时针环转向外绕圈钩织。钩的过程中需要换色，用到的针法比较多，图纸都进行了标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棉线进行演示，并且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穿入线圈，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继续钩一针锁针固定，绕线，将线从线圈中钩出，一针锁针就钩好了。稍微拉紧，环形起针就完成了。开始钩第1圈，先立3针锁针起立，1、2、3，这3针算作1针长针，接着钩1针长针，绕线，穿入起针的线圈，绕线将线钩出。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1针长针就完成了。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一个针目表示1针。往下钩3针锁针间隔，接着调起针的线圈，钩织3针长针，绕线，穿入，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1次、2次，钩好了长针。继续
钩2针长针。完成后，钩织3针锁针间隔，再调起针的线圈，钩3针长针。完成后，钩3针锁针间隔，后面钩3针长针。继续钩3针锁针间隔，后面再钩1针长针，这一针加上起立针以及旁边的长针，正好是3针。往下需要收线圈，先将钩好的部分往后移动，露出线圈，然后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拉紧会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起针的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起立针上拧拔连接，找到起立针，在第3个锁针上挑这个锁针的2根线，入针，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拧拔针。这里拧拔针不算1针，需要拉紧，以免后面多针。第1圈就钩好了，下一圈需要换色，进行断线。先钩1针锁针固定，预留一点线头，断线，拉紧，线头藏到织物背面。这里针法纹理整齐的一面是正面，反面纹理相对模糊。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起针的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织物里面即可。接着钩第2圈，在任意锁针洞眼处接线，先拿起对应颜色，往后我想要配色随意，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将线打一个活结，挑洞眼入针，将活结的线圈勾出，稍作调整。
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同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钩的过程中，将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收进去。后面钩2针锁针间隔，然后挑下一个锁针洞眼，钩织8针长针。然后钩2针锁针间隔，后面分别挑锁针洞眼，一个洞眼钩8针长针，每8针之间间隔2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钩完这个洞眼的8针长针，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然后挑开始洞眼，钩织5针长针。加上起立针以及左侧的2针长针，这里同样是8针。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挑2根线，钩领拔针，绕线将线钩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领拔针，同样需要拉紧，然后断线。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往下钩第3圈，在上一圈起立针右侧的长针位置挑起针目进行接线。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同一个位置钩1针短针，穿入，注意藏线，然后绕线钩出。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完成短针。同样，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相邻继续钩1针短针，这里是起立针位置，在之前领拔穿入的洞眼入针，绕线钩出，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完成短针。后面跳过相邻的2针位置，挑锁针洞眼，钩织3针长针。3针锁针，同一个位置再钩3针长针。
完成后往下跳过2针，挑后面4针位置，一对应钩4针短针。这里把动眼钩织的长针到这4针短针的位置，看作一组。往下继续重复这样一组的方法，钩织2组。具体也可以参考图纸。完成后，往下还剩一个动眼，同样钩3针长针。3针锁针和3针长针。然后挑起始短针右侧的2针位置，对应钩2针短针。加上开始2针短针，这里也是4针短针。然后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也就是左侧第一个横向的辫子。这里竖向的辫子是起地针，跳过，挑对应辫子入针，绕线钩出，完成拧拔针。同样拉紧，断线。线头藏到背面即可。此时第3圈完成。接下来钩第4圈，在上一圈起始短针左侧的第3针上，挑长针针目进行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往下遇到长针位置，挑针目一对应钩长针，遇到锁针动眼，一个动眼钩6针长针。后面长针位置同样挑针目对应钩长针，注意动眼旁边的1针位置不要漏掉。往下遇到4针短针的位置，钩织4针锁针过渡，并跳过短针位置。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
钩完最后一针长针，往下调起立针的第3针位置紧拔，拉紧，断线。第4圈完成，下面钩第5圈，先在上一圈，起立针左侧第3针上接线，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对应钩一针短针，接着钩4针锁针间隔，往下跳过3针，挑下一针钩一针短针，相邻钩织一针中长针，绕线穿入，绕线钩出。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完成中长针。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后面钩织2针锁针间隔，然后往左调锁针动眼，钩织长针2针的枣形针，后面简称枣形针。先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绕线穿入，绕线钩出，然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此时钩针上还剩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完成枣形针。接着钩2针锁针过渡，同一个位置再钩一针枣形针，先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一针、2针，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枣形针。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同一个位置按照一个枣形针、2针锁针的规律继续钩2次，1次、2次。完成后，往下跳过3个长针，挑下一针位置钩一针中长针，绕线穿入，绕线钩出，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完成中长针。将起始短针到这里看作一组，往后按照这样一组的方法继续钩织，具体也可以参考图纸。
钩完最后一针中长针，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领拔，拉紧，断线。第5圈完成，接下来钩第6圈，找到上一圈任意4个枣形针的位置，在居中的2针中间锁针动眼处入针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往下在同一个位置钩1针长针，相邻挑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下一个动眼钩织2针长针，相邻短针之间的锁针动眼处钩织4针中长针，完成后继续挑下一个动眼钩织2针长针，相邻动眼钩织3针长针，下一个动眼钩织2针长针，然后钩1针长针，钩针绕2次线，穿入动眼，绕线钩出，然后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重复3次，1次、2次、3次，完成长针。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往下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同一个动眼钩织1针长针和2针长针，我把这个动眼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角，一个动眼钩织3个长针的位置及之间为一个边，往下按照边与角的方法继续钩织。钩完最后一个边，往下补齐开始的角，挑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1针长针，然后钩2针锁针，
同一个位置再钩一针长长针，加上开始的2针，此时就完成了一个角。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拧拔，拉紧，断线。此时第6圈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花片就钩织好了。这里大家可以测量一下尺寸，与图纸比对。如果尺寸相差较大，建议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这里前片还需要钩织一个完整花片，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其钩好。下面讲解特殊花片，这里我用一个小样进行讲解。方法与完整花片相似，这里第1到4圈是完整钩织，第5到6行部分位置不钩。开始先按照完整花片的方法将前4圈钩好，完成后第5行参考图纸接线，然后钩织到对应位置结束，剩余不钩。完成后钩织第6行，这里我演示一下方法。开始在上一行起始的这个锁针洞眼里接线，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同一个位置钩一针中长针，往下继续参考图纸钩织，一直钩到上一行最后一个锁针洞眼前，到了对应位置，往下挑洞眼，钩织3针中长针，然后钩一针拧拔针。这里拧拔针不需要拉紧，图解是椭圆形的实心点，最后断线。这样特殊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这里前片只有一个特殊花片，下面来钩织织片，按顺序先来钩织织片1，采用锁针起针，然后从右往左一行一行进行钩织，期间需要进行换色，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加针，请看我演示。先起针，左手挂好线，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一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钩出。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稍微拉紧。往下开始钩锁针，具体锁针数大家参考图纸。完成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钩一针锁针间隔，然后在此时又往左数的第8个锁针上，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
挑对应所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钩3针长针。完成后，钩1针锁针间隔，接着往左跳过3针锁针，挑下一针的辫子上方一根线，钩3针长针。1针锁针间隔，后面继续分别跳过3针锁针，钩3针长针，每3针之间间隔1针锁针。钩完这3针长针，往下跳过1针，到了最后一个锁针位置，挑辫子上方一根线，钩1针长针。此时第1行完成，断线。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往下钩第2行，找到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也就是长针右侧第2个锁针，这里挑2根线入针进行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往左挑锁针洞眼，钩2针长针。后面钩1针锁针，往下分别挑锁针洞眼，一个洞眼钩3针长针，每3针之间间隔1针锁针。钩完最后一个洞眼的3针，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然后在边缘长针的针目上钩织长针加针，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1针、2针，完成长针加针。此时第2行完成，同样断线并藏线即可。继续钩第3行，在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针上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后面钩1针锁针间隔，
往下分别调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每3针之间间隔1针锁针。钩完最后一个动眼，往下在边缘1针上钩1针长针，第3行完成，断线并缠线即可。往后按照前2行的方法继续钩织，注意每行都要换色，则每行都是在开始起地针的第3针上进行接线，结尾钩完都要断线并缠线。往下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行钩完。此时织片1的钩织就讲解完了。同样，前片织片1有2个，另一个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下面讲解织片2，前3行与织片1完全相同，第4行开始，后面几行起始一侧需要空针不钩，在上一行的对应位置接线，然后右往左钩织即可。最后几行不加不减钩织。织片5方法与之相似，这里从第1行开始减少针数，后面开始往里通过少针的形式减针，形成这样的弧度。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将这2个织片钩织完成即可。接下来讲解织片3，开始几行与织片1完全相同，后面几行结尾一侧需要减针，这里用到一个新针法长针减针，请看我演示。先参考图纸将前6行钩织完成，第7行钩到结尾还剩一个锁针动眼的位置，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往下挑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针，后面钩织长针减针，这里调锁针动眼，先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再挑边缘长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完成长针减针。此时第7行就钩好了，断线并缠线即可。后面第8行，参考图纸先钩织到最后一个锁针动眼前，到了对应位置，往下挑锁针动眼和边缘长针减针的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完成后断线并缠线即可。此时第8行完成，
剩余行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即可。此时织片3就讲解完了。往下讲解织片4，方法与织片3相似，前3行参考织片1的方法钩织，后面几行结尾的一侧要减针，都是钩织长针减针，具体入针位置参考图纸。最后几行不加不减钩织，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下面讲解织片6，这里织片前几行与织片1相同，后面几行起始位置需要空针不钩，方法与织片3相似。最后一行结尾时，需要在一个位置钩一针中长针和一针长针。针法的钩织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将织片6完成。此时前片的花片及织片钩织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完成了钩织，往下进行缝合。先参考排布图，将对应花片及织片摆放好，注意花片与织片的正面均朝上。这里织片纹理整齐的一面就是正面。缝合过程中会遇到4种情况的缝合，分别是针与行的缝合、针与针的缝合、针与起针缝合、行与行的缝合。缝合方法都一样，只是入针稍有不同。这里我以第一种情况为例，演示一下方法，也就是针与行缝合。这里我用这2个织片与花片为例进行演示，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先拿起缝合线，这里缝合线颜色随意，取缝合区约3到4倍的线，也可以稍留长一点。将线穿入缝针，开始缝合。将织片与花片的背面相对，需要缝合的一条边对应。这里花片从拐角2个锁针靠里的一针开始入针，锁针处挑辫子的上方一根线穿入。织片1挑边缘一针的对应位置入针，将线拉出，预留一点线头。为了牢固，同一个位置再缝一次。往下花片位置分别挑针目的后半针入针，也就是针目的2根线靠后的一根。织片位置挑边缘一针的2根线入针。缝的过程中，将预留的线放在上方，边缝边裁进去。花片位置遇到起立针，在紧拔穿入的洞眼入针。织片位置挑大致对应的位置入针，进行缝合。
花片最后一针缝到2个锁针靠里的一针位置，织片缝到大致对应的位置，最后一针多缝一次。这样，针与行的缝合就完成了。最后的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大家可以多藏几针。往下分别讲解一下其他情况。遇到针与针缝合时，花片都是从边缘靠里的一针锁针缝到另一端边缘靠里的一针锁针位置。针目和锁针都是挑辫子后方半针入针，织片处从对应的位置缝到边缘对应的位置即可。遇到针与起针处位置缝合时，针的位置挑针目或者锁针的后方半针入针，起针处挑这一侧锁针的2根线入针，对应缝合。遇到行与行缝合时，就挑每行侧边的2根线，大致对应缝合即可。往下大家参考排布图，将前片的对应花片和织片缝合完成。此时前片的制作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后片，同样由织片和花片缝合而成。这里花片及织片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先将所有织片和花片钩织完成，然后按照排布图将花片与织片对应的边缝合起来即可。这样后片就讲解完了。往下讲解前后片缝合，同样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这里只需要缝合肩部和身体区域。缝合会遇到的情况，前面都有进行演示和说明，则大家将其完成即可。下面钩织领子，沿着领口绕圈钩织，钩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减针，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正拉针、长针反拉针，请看我演示。开始先钩织第1圈，这圈都是在织片以及花片边缘。钩织这样的网格，一个洞眼就是一个网格。从后片花片与织片缝合的位置入针，进行接线，然后立针锁针起立。后面参考图纸，在对应花片和织片上钩织短针，短针之间钩织2针锁针间隔，结尾时在第1针短针上拧拔连接，并且需要拉紧。大家将其完成，注意钩好后不需要断线，后面继续钩第2圈。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第2圈及剩余圈的钩织方法。
第二圈开始，先立3针锁针起立，然后调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相邻调短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后面调锁针动眼，钩1针长针，短针位置钩1针长针，往后短针位置都是钩1针长针。锁针动眼的针数会有变化，具体大家参考图纸，小样针数不做参考。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第2圈完成，继续钩第3圈。先立3针锁针起立，然后往下挑相邻长针位置，钩织长针正拉针，钩针绕1次线，然后从右往左向前挑起长针，接着绕线将线勾出，线拉至与起立针差不多的高度，然后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完成长针正拉针，相邻钩织长针反拉针，钩针绕1次线，右往左向后挑起相邻的长针，绕线将线勾出，拉至与前1针差不多的高度，然后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完成长针反拉针，往下继续挑相邻钩织长针正拉针，这里钩完后都要与之前的针法高度差不多。接着挑下一针位置，钩织长针反拉针，后面就是交替钩织长针正拉针和长针反拉针，继续往下钩。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第3圈完成，后面钩第4圈，先立3针锁针起立，然后交替钩织长针正拉针和长针反拉针，一直钩到图解需要减针的位置前。到了对应位置，往下需要在这3针上钩出1针，相当于减掉2针。这里同时调2个长针正拉针的位置，钩出1针长针正拉针。这样就相当于进行了减针。
往下继续不加不减钩织，直到下一个需要减针的位置。到了对应位置，同时调2个长针正拉针的位置，钩出1针长针正拉针，完成减针。后面遇到减针位置都按这样的方法钩织，继续往下钩。钩完最后1针，在起立针上拧拔，这里不需要拉紧，往下进行收针，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预留一点线头，然后在左侧第2个针目的后方将钩针穿出，将预留的线钩到后方，再从背面穿入拧拔针的辫子中心，将预留的线钩出，稍作调整。最后的线头藏到背面，藏线时可以打一个结，然后藏到织物里面即可。这样收针就完成了。此时领子的钩织就讲解完了。往下讲解绣边，方法与领子相同。第1圈先在织片外围钩出对应数量的网格，第2圈钩织长针，后面钩织长针正拉针和长针反拉针。钩的过程中部分圈需要减针，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将绣边钩织完成即可。此时绣边就讲解完了。最后钩织下摆，沿着花片与织片下方这一侧，先按规律钩织网格，完成后钩1圈长针，后面几圈钩织长针正拉针和长针反拉针。这里钩的过程中不需要减针，一对应钩织即可，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此时下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到这里整件马甲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